大家好，我是杰儿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最近在做一些需要踏出自己舒适圈的事情，心情一直感到很焦虑，但这似乎是必经的过程因为踏出舒适圈，一方面就是踏向未知的旅程嘛，在不熟悉的环境做不熟悉的事情，但也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督促自己成长还有改变。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，我开始回想那些我踏出舒适圈并且有收获的例子，鼓励我自己，也回想到我曾经离我想要的事物一步之遥，但最后没有完成的事情。今天就先来聊聊踏出舒适圈的这几个例子吧。其实我踏出舒适圈大大小小的事件有很多，其中有3个比较大的例子，一个是到澳洲打工，第2个是考研究所，第3个是踏入婚姻。这3个例子都是让我克服许多限制性的信念，突破很多自我的挣扎才完成的事。那完成了之后，对于我的生命产生了很远大的影响。现在澳洲打工非常的盛行嘛，很多人都去澳洲打工。可是在我出发的那个年代，还算是头几批前往澳洲打工的，资讯还没有那么发达，连 LINE 都还没有。我当时还曾经想过要买一个 Skype 出的网络对讲的电话，确切使用方式我已经忘记了，但我记得它可以随身携带，然后打给特定的 Skype 用户，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先进的连线工具哦。但这个产品还不普及，最后我也因为价格太过高昂就作罢了。当时我还没有单独一个人去过别的国家，不会开车，不会煮菜，就这样带着8万块的存款出发了。在没有先找工作的情况之下，有我弟弟他女友的姐姐，当时在澳洲读书，接待我1个礼拜。我真的非常感谢他，在素未谋面的情况下愿意让我借住，而且他当时也是住在分租家庭的一个房间里。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蛮不好意思的。待了1个星期之后，我才正式踏上在外面租屋还有找工作的旅程。那本来呢，我爸觉得说，哎呀，我3个月就会跑回家了，结果我却待了1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我甚至可以再待更久一点呢。人生中难得有这样子的时光能够壮游能够好好的体验。那时候除了要赚钱要生存还要克服人在异地的孤寂与冲突，但是又是那么的无拘无束，那么自在又美好，风景更是美不胜收，每天看了都心旷神怡，真的太多值得回忆的部分了。而这段旅程也让我培养独立自主的勇气，不同的国情也激荡出不同以往的思维，使我成长，让我更能够迎接挑战。第2个踏出舒适圈的例子是考研究所。我的研究所和大学所主修的是不同领域的，又因为是艺术领域，非常的偏。我曾经在补习街不断的浏览资讯，却不得其门而入，因为要考的科目根本没有人在教嘛。有一天我发现104上面有一个学姐在当家教，我想说可以请她教我考试的科目，她说没有办法不过我可以去试试看学校的学分班。我才发现说原来是有这样的课程，你可以预先去让你了解研究所这一门课的内容，去评估适不适合自己。在休息的这个过程中有人退出了，也有人考了好几次，尝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但不放弃的，更有知名的艺人也要报考，让人觉得压力蛮大的当时我有参加过一些剧场的演出，但是在毫无任何背景跟光环，主修又是不相关的情况下，我的心中其实是非常忐忑的。我记得我许愿了好多次那想要达成目标的心非常强烈。后来我知道我自己考取的那一刻，心中真的是难以言喻的喜悦。那这一段经历呢，让我对自己更有信心，也因为要准备考试，我有条理的把过去累积的表演经验进行了一番整理，也更能够逻辑化、系统化的思考。关于结婚，那就更不用说啦，大家都知道它是人生中一个最重大的转变之一，而我跟我老公只认识半年就决定走入婚姻了。那关于感情的部分，因为牵扯到太多的内心信念，所以或许之后可以再单独提出来说。那么要如何踏出舒适圈呢？第1个，设定小目标，你可以从小的改变开始。
我有个朋友啊，他一直想要到美国去看植兰，可是好多年过去都没有行动。他说，因为他英文不好，害怕出国。其实他大可以把目标先拆解成小目标啊，先规划邻近国家的旅程，可能是邻近的亚洲国家比较有熟悉感，多多旅行几次就能够减缓那种到异地的冲突感，比较能够接受一些文化上不同的刺激跟变化，也提醒自己不确定性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和成长。而在英文方面，其实旅行会用到的英文就是那些，所以可以逐日写下1-2句旅行会用到的句子，反复的练习。随着时间过去，能说的句子渐渐的增加，那心里的焦虑感也会降低不少。第二，寻求学习的机会。你多参加工作坊啊，或是课程啊、活动，挑战自己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或是技能，这会让你逐渐去适应新的环境跟经验。在这些活动里面呢，你也可以去认识新的人，这也会让你对于跟陌生人交谈感到较为自在。第三，改变日常习惯。例如说，你可以改变每天的路线啊，试试不一样的公车路线，或是走不同的路，尝试不同的饮食，点菜单上没点过的菜，或尝试新的运动，甚至可以运动到很少使用到的肌群。这一些小改变可以帮助你逐渐适应不熟悉的情况。第四，自我反思。定期检视自己的进步，看看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，并且记录下成功的经验，对自己信心喊话吧，这会给你更多的信心去面对下一个挑战。你有踏出舒适圈的经验吗？欢迎下方留言跟我分享。下次我们再来谈谈已经显化成功的事物，但为何我放弃了呢？还有分析原因到底是什么？我是吉儿，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用吸引力法则将生活显化成一出好戏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